阿芬，上帝是不允许说谎的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忘掉这件事。那封信，我已经交给上帝了。可是，阿芬，你要相信我，上帝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。嗯，好吧，以后我就不提这件事了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，牧师。等一下。我把这个送给你，希望圣灵能永远守护你。这我不能要。你是一个好人，愿你一生都能平安。拿着。谢谢牧师。把那个牧师给我抓起来！是，快点，快点！哲夫，把我送进去，不然我一个子儿都不给你。这人家不让进呢。老大，你闻到一股焦味了没有？明知故问啊你！对不起，忘了您的鼻子了。别以为我鼻子闻不到，就不知道主人烧过什么东西。你说会不会是嫌疑人为了焚毁什么重要的物证？
别破坏现场。是块画布，一般是油画用的材料。哎，你看看，会不会是画家的落款？油画家跟中国画家不一样，油画家不会在画作上落款。这方面我是外行，你权威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不是怎么了？侦探先生，希望你们能尽快找到一些将那个中国小子推上断头台的证据。这么着急，仅仅是为了独吞这份家产吗？不是的，我只是想证明叔父当时收养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是多么愚蠢。小宋，收工。太不可思议了！现在清楚了，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，果然不是那把利刃。哎，等，我长这么大，我还头一次见这种情况呢。哎，我饿了，咱们去吃饭吧。啊，都成这样了，你还能吃下去吗？我在英国康桥上第一堂解剖课的时候，也是你这副模样，习惯了就好。走啊！哎，老大，意想不到的结果。据文献记载，世界上有99.99%的人心脏是长在左侧，而只有0.01%的人心脏是长在右侧。我们的这位被害人爱德华先生恰恰就是这特例之一。虽然利刃插进死者的左胸，但并没有刺中致命的心脏。由此可见，利刃穿胸并不是导致爱德华死亡的最根本原因。那真赢了，就能证明他是被2次伤害。对，如果凶手是同一个人的话，就不会用注射的方式进行2次加害。那就更加证实了我之前的判断，凶手是有同伙的。看来要对进出过公馆的所有人进行一次排查。告诉他，当时我们在疯狂做爱，你还大声叫床，相信公寓里的人都能证明你我没有作案时间。你就这么说，免得我们被怀疑是凶手。老大，以我多年创作油画的经验判断，这是一幅被烧毁油画的残留部分。你看，这个汉字是楚字，写它用的不是油画颜料，所以我想是有人在创作了油画后刻意写上去的。还有，一般油画用的画布都来自于海外，但这块看上去太粗糙了，不是初学者的习作，就是以假乱真的赝品。这是一幅什么画呢？为什么弗朗西斯会烧了它？写了2公分。小宋，能找到这幅画的来路吗？我认识几名以临摹名画为生的3流画家，找他们聊聊，应该能聊出线索来。辛苦。燕儿，你也找一个人聊聊吧。谁啊？女优阿芬。弗朗西斯先生，既然你已经来了这里，我希望你能如实的交代一切。我
愿意接受上帝的审判。在你接受上帝审判之前，得先接受法律的审判。是的，我将为我所做的一切承担所有的后果。那就说说吧。是我杀了爱德华。作案经过？那天我在侦探所说了谎。说了什么谎？我说，我取走了他手枪里的子弹，是为了保护他，不让他自杀。其实谁都知道，取走子弹是不能阻止一个人自杀的。也就是说，爱德华先生要自杀只是你编造的谎言？是的。你取走他枪里的子弹，就是为了你在行凶的时候不遭受他的反击。如果枪里面有子弹的话，躺在地上的那个人就是我。可你为什么不直接用他的手枪把他杀了？因为我不希望用枪惊醒所有的人，所以我才准备了那把刀。我们的确在那把匕首上验到了你的指纹。你这么说倒是相印证了，可是我不得不再问问你，你怎么能向一个对你有20年养育之恩的义父动手？也就是说，你的作案动机是什么？一份遗嘱。什么遗嘱？他的遗嘱里说，所有的财产都留给 Frank。我认为这不公平。你在哪儿看到那遗嘱的？在阿芬的手上骗取的。阿芬手里。你是个姑娘，之前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？就觉得你这个男人怎么长得这么俊秀呢？来，喝水。看来我穿男装也没那么丑吧？不丑不丑，我敢说你会让很多女人想入非非的。我看年龄也不大，咱们俩就以姐妹相称吧。我一个佣人，哪敢和您成姐妹？哎呀，别这么说。其实啊，女人和女人之间是很容易亲近的。是，我是觉得您这个人还挺亲切的。阿芬，我今天来是想跟你打听一点事情，在不让你为难的情况下，你能跟我实话实说吗？你想问什么？其实我之前也没有设定什么问题，我想，公馆发生了这么大的事，你肯定知道些什么吧？就算你不知道，那你一定会猜想些什么吧？我只是觉得，弗朗西斯牧师不是凶手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善良厚道。如果这样的人会杀人，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人了。那你觉得谁会是凶手呢？阿芬妹妹，你不要有任何顾虑，我和你只是随便聊聊，不会记录在案的。而且发生了这么大的人命案，是一定要凭证据说话的，不会因为你对我说了什么，我们就……我明白，燕儿姐。其实，我心里一直觉得，这件事是弗兰克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次，我看见爱德华先生和弗兰克先生吵架，当时吵得可厉害了。因为什么事情吵架？还不就是因为弗兰克和一个交际花鬼混，还说要娶那个交际花为妻。当时，爱德华先生可生气了。我不管你和什么女人鬼混，但你必须远离这个女人，从此以后不许再靠近她一步。叔叔，我要是连和什么女人交往的自由都要被你剥夺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燕儿姐，我跟你说这些，只是想告诉你，弗朗西斯牧师不是凶手，也并不一定就断定弗兰克是凶手。我明白。你刚才说他们叔侄吵架，大概有多长时间了？有个把月了吧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
后来那个女人就没有来过公馆了。我以为弗兰克是听了爱德华先生的话和他断绝了，谁知道那天他喝得烂醉又跑来公馆了。就是案发的那天晚上吗？是的。阿芬，你好好想想，你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仔仔细细的跟我说一遍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几天前，爱德华先生突然神经紧张，就叫巡捕房派了2个巡捕过来值夜班。那天，兰妮小姐喝得烂醉，跑来找弗兰克，因为醉酒的缘故，和那个巡捕吵了起来。弗兰克就带着我和阿坤去劝架，没想到兰妮突然拿了个酒瓶砸伤了巡捕的脑袋。巡捕当时就喊着要抓他，弗兰克见巡捕动手也搂不住火了，就让阿坤跟另外2个保镖和2个巡捕打在了一起。当时打得鼻青脸肿，都出血了。我躲在黄包车旁边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哎，等等，你刚才说有一辆黄包车，对吗？是，就是那辆黄包车送兰妮小姐来公馆的。那拉黄包车的车夫，他当时人在哪儿？当时开始还在的，后来……姐，别过去，姐。阿芬，怎么了？牧师被巡捕带走的时候，我又看见他们了。看见谁？兰妮小姐和黄包车夫啊。这是弗朗西斯的口供，他对案情供认不讳。正是他偷偷拿走了枪膛里的子弹，解除了被害人的武装，然后用匕首残忍地刺进他的胸膛。你可能还会问作案动机，对吧？作案动机就源于他义父的一份遗嘱。杨侦探，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哎呀，这么大的案子这么快就破了，你要成为上海滩的红人了。怎么，板着脸跟我扮深沉啊？他在撒谎。什么意思？你看看就知道了。什么？被害人的心脏长在右边？对啊，所以他给你的证词全部都是谎言。这背后一定有背景。什么背景？在我找到他的同伙之前，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。你就那么确定这案子有其他的同伙？尸检报告证明，爱德华先生身上只有1个刀伤，还有一个小小的针眼，这就说明极有可能有人对他进行了2次伤害，但这个人绝对不是持刀行凶的那个。可这些事情也有可能是一个人做的。如果我是凶手，查完第1刀，发现你没有死，就可能会拔出来再查第2刀。为什么要找一个针管那么麻烦？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他同伙也没必要用针管呢。他见被害人没死，他可以用同样的凶器刺第2刀不就完了？那你想想，如果尸体上面只有一个明显的刀伤，那么就可以掩盖2次伤害的事实，而且还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发现有同伙一起作案。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还真是很难推翻你。真他娘节外生枝！哎，你又去提审弗朗西斯啊？那我能怎么样？这回我看他还敢不敢对我撒谎。白费功夫。他既然都跟你撒谎了，他再给你证词，你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。那我就给他动刑。逼供那么低级，不，那我能怎么办？你应该去找证据跟他对质，然后证据证言相互印证，这样就事半功倍了。找什么证据？你刚才说他是为什么杀他义父呢？他说是一份把他排除在家族继承遗产之外的遗嘱。
他怎么知道？他说他从佣人阿芬那儿骗去的。佣人阿芬会知道遗嘱的事？我来给你说说这个阿芬。罗叔叔，你有这么好的功夫，为什么不卖自己的画，偏干这种赝品的营生？你不怕埋没了你一生的才华？我说小宋兄弟，你也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要是有碗饭吃，谁干这种缺德事儿啊？我是个画油画的，可国人崇洋媚外，谁看得起我画的油画啊？有钱的主都想买洋名画，挂在家里装洋派。可是呢，又买不起真品，于是乎赝品就有了市场。我也是顺应潮流嘛，是不是？哎，真是各有各的活法啊！哎，小宋兄弟，你今天来不是为了我的赝品而来的吧？我今天来还真是为了你这些赝品来的。什么意思？你是做侦探的，难道我的赝品能杀人？还真让你给说着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是赚点小钱，我可没干过什么坏事啊！对于这一点，我深信不疑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，小苏兄弟！只要不把晦气沾到我身上，咱们什么话都好说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没那么严重。我今天来就是让你帮我看一看这块画布，你眼熟吗？这材质跟我用的是一样的。你运气太好了。你能不能把你平时临摹过的名画目录和摹本给我看一看？好，我给拿去啊。我认为阿芬提供的口供当中提到了那个叫兰妮的交际花和黄包车夫，很有可能是本案的同伙。不可能。这个弗朗西斯上个月8号才从伦敦回到上海，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他怎么可能会结交一个交际花还有黄包车夫共同谋杀英国贵族？这破案不是编故事。你说你被一个女人砸了，你他妈还有什么用啊？还有你，就知道吃，就知道吃，真他妈笨，真笨！季风兄，你打他们干嘛？被一个女醉鬼砸了一瓶子。要她不是洋人的情妇，我非他娘的让她蹲几天大牢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当然没有必要保持沉默。我当时在房间里正和兰妮。侦探先生是问你听到警铃之后的事，提之前干嘛？案发之后还有谁进过案发现场？是我。Frank 之后，我是最先赶到现场的。哦，弗朗西斯牧师随后也到了。事实上，我们俩几乎是同时赶到爱德华卧室的。哎，若是这样，打架的事情发生在凌晨1点左右，原因就是兰妮喝醉酒，而且她喝得那么醉，正常情况是应该是6个到8个小时才会醒，但是她2个小时就醒了。你怎么知道他2个小时就清醒了？也许他……我说吧，当时听着，告诉他，公寓里的人都能证明你我没有作案时间。你就这么说，免得我们被怀疑是凶手。这个 Frank， 他当时只是为了发泄你对他怀疑的愤怒。这男女之间床上的事儿，谁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？但有人证实了，他们说的是实话。就算你刚才说的是事实，那又能说明什么？说明了兰妮喝醉酒是一个假象，目的就是掩护一个人潜入公馆，而他的叫声就是为了引开所有人的注意力。对，阿芬告诉我，在大雨中斗殴时，那辆送兰妮回公馆的黄包车一直没有离开，而阿芬却一直没有看到黄包车夫的身影。可是当弗朗西斯被巡捕房带走的时候，兰妮和那个黄包车夫又同时出现在了公馆附近。哎，伊尔，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什么？你不是要问遗嘱的事吗？对，那个
佣人阿芬他有没有说遗嘱的事啊？没有，他根本没有提什么遗嘱的事儿。我就料到，根本没有遗嘱的事。弗朗西斯这么说，就是为了给自己制造一个谋杀动机，但是他疏忽了一样东西，这个谋杀案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策划，所以他说当天晚上看到遗嘱才起了杀心，根本就不成立。这么说我就没什么疑义了。告诉我下一步该怎么办？那就要麻烦你们巡捕房了。好，明白了，我来办。哎，他还没说让你干什么呢。还用说吗？立即全城搜捕那个交际花和黄包车夫。看来，以后能看出你心里的那点花花肠子的人，除了我，还多了一个张奇芳。他们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要杀一个英国贵族呢？楚，是一个楚字。大海捞针啊，胜率太低啊！哎，小苏兄弟啊，不行，想不起来了，真的想不起来了。没事没事，您再想想，慢慢想。不行，对不起啊，真的想不起来了。哎，你要找的东西找到了吗？今天打扰了啊，改天咱俩一定小聚。谢谢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想起什么了？个把月前，有一个人让我临摹了一幅油画。哪一幅？哎，不在这上边。那个人是自己带着摹本来的。那是一幅著名的油画。什么油画？西澳岛的屠杀。西阿岛的屠杀？这是法国画家画的，是1824年创作的，主要表现了1822年土耳其人占领了希腊版图的一个小岛西澳岛，血洗并屠杀了当时岛上的23000多人。西澳岛的屠杀就是根据当时真实的历史事件创作的著名油画作品。你能不能把这个雇主的具体情况给我说详细点？那个雇主那天来得很急，给我2天时间让我完成。我说2天时间太短了，保证不了质量啊。他说没关系，他的要求不是很高，就说把故事情节给他画清楚就可以了。但是他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要求。什么要求？让我在画上写个字。就是这个字？对，就是这个字。咱们不能干这事儿啊，这等于往漂亮的脸蛋上贴膏药啊。我这么一说，他就说这事儿不用我管。第2天他准时来我这儿，付了钱，拿着画就走了。那您还能记得住这个人的模样吗？记得，咱们都是干这行的，画家的眼力，你应该最清楚了。那就把你这个画家眼中记住的这个人给我描述出来。唉，但愿小宋这次能找回点线索。弗朗西斯为什么要烧了那幅画？让小宋拿着那块残布去查那幅画，确实有难度。哎，这么长时间没看见阿六了，他去哪儿了？我叫他去盯一个人。弗兰克。你怎么知道？其实你早在心里确定这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谋杀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你就已经开始对那个兰妮产生怀疑了。而兰妮是弗兰克的情妇，盯住弗兰克，那个兰妮也许就会现身。如果我说还有第4点呢？我要有你这脑子，那我就叫杨金邦了。第4点是，虽然弗兰克已被排除了嫌疑，但是我对他还是要保留。杨金邦，
好，请稍等。是阿芬找你。喂，我是陆燕儿。阿芬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有什么事情你就直说吧。哎，说什么？挂了。他又说没事儿，我觉得他一定是想跟我说什么。要不这样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哎，他给你本来是要告诉你什么的，但突然又挂了，那就代表他还在犹豫。别逼他了，我怕他反感，还是让他缓一缓吧。也好，那我明天去找他的时候，找一个合适的理由问问他。赶快下去！我们要听兰妮小姐唱歌，请兰妮小姐出场。我们要听兰妮小姐唱歌。你们再也见不到了啊？为什么呀？兰妮小姐去哪儿？哎呦，这兰妮都快跟你结婚了，你还这么侮辱她？我才不会去这样风尘女子，她只配给杀人犯收尸。敢侮辱兰妮小姐！我要跟你公开决斗！来吧，我会让你记住，永远别来挑衅一个英国子爵。兰妮小姐啊，这不是兰妮小姐吗？走，亲爱的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我是来送你回家的。算你今天走运，算你今天走运。有种你他妈别走啊！别动，谁也不许离开这儿！给我挨个挨个查！哎，兰妮在哪儿呢？巡官大人，他刚出门，跟弗兰克先生回公馆了。停手！人已经跑了，给我追！是，其余人跟我走。是。让一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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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一让。拉车的，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下飞路89号。是，快，上车！好，鼻子再高一点。下唇再厚一点，厚点。好，好，就是他。哎，你画的跟照相机拍出来的一样。你的主人弗兰克先生和那个兰妮小姐，明明刚刚从舞场回公馆，我们紧跟着他屁股后面追出来的，怎么会没人呢？是这样的，我家主人弗兰克先生是下午3、4点钟的时候出去的，他没跟我说去哪儿，到现在也没有回来。至于兰妮小姐，那我就更加不知道了。你知不知道他们会去别的什么地方？我一个佣人哪里会知道主子去了什么地方呢？用一下你们电话。啊，您用吧。喂，我是张其芳，听着，凶手可能已经逃离租界，立即全体出动，全城搜捕，快！还有什么事？
西斯自残了，立即送医院，不能让他死。牧师，牧师，齐方兄，那你就多派几个人到医院守着他。还有，弗兰克跟兰尼的事确实不是个好消息。但是你放心，据我推断，因为弗朗西斯的原因，他们是绝对不会离开租界的。好，再打电话。谁来的电话？西方打过来说，弗朗西斯自残，已送往医院了。还有那个兰妮跟弗兰克都失踪了。看来形势越来越严重了。可能是接近尾声了吧。哎，小宋，小宋回来了，找到了吗？你说呢？我们在家也有进展和发现。我猜啊，这个订油画的人一定是交际花兰妮。怎么会是他？我们这是去哪儿？亲爱的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闭嘴！梁康，把他绑结实一点。哎，你不能这么做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袁康，你在这看着他，我去给巡捕房打电话。如果在6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答应换人，我们就……我明白。6个小时内，如果他们不放了袁立，就让他和他的老毛子叔父同样的下场。不行，英国人的命比咱们中国人值钱，我相信他们会答应的。Frank， 对不起，中国人讲究冤有头债有主。我不想针对你，也不想伤害你，可是我没有办法，我必须要利用你来救我的弟弟。弗朗西斯是你弟弟？对。事实上，我和我的弟弟能够相认，这还要感谢你。可是，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说这些。为了我弟弟，你就委屈点，就算是为了我们曾经有一段美好时光的报复。哦，亲爱的，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。我还以为那个中国小子是你的奸夫，我误会你了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要是再跟我说这样的话，我就杀了你。看好他。嗯，老实点。对过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快一点，麻烦再快一点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借过，借过。
现在完全理不清头绪了。去订油画的人怎么会是弗兰克呢？更奇怪的是，这个弗兰克和兰妮还有黄包车夫一起失踪，难道说弗兰克和他们是同伙？其实之前我一直有2个疑问：第一，如果真的是弗朗西斯跟兰妮还有黄包车夫一起合伙谋杀的话，那他们3个是什么关系呢？弗朗西斯从小就被送去英国，一直都是在伦敦生活的，上个月才回到上海，为什么会那么快就可以跟这2个人一起策划了谋杀呢？我觉得他们中间还牵了一根纽带。难道是弗兰克？还有，在这案子里面，谁的利益是最大的呢？显然不是弗朗西斯，也不是兰妮，更不是黄包车夫。喂，杨金棒。哎，解放兄。什么？喂，杨金棒。哎，解放兄。什么？弗兰克遭绑架？对，3分钟前那个兰妮给我打电话，说弗兰克在他手上，他要求我们用弗朗西斯跟他交换，限定我们6个小时，否则他立即撕票。那你会怎样？我能怎么办？难道我能眼睁睁看着那个英国子爵被撕票？既然他们给了6个小时的时限，我看我们就好好利用这6个小时吧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想让我再冒一次险？我说。邦哥，你先消消气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案子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如果走错一步棋，都会导致满盘皆输的结果。这个张其芳在所有替洋人办事的人当中，其实还算是有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和血性的。也许他真的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这我知道。认识那么久还不清楚吗？我是故意气的。喂，解放兄，刚才不好意思啊，语气有点重。其实我的意思是你先不要着急，再等一等，可能在6个小时之内就会有转机。你这是话里有话。如果你要是有别的安排的话，我可以再信你一次。其实我已经让阿六去盯着那个弗兰克了，我相信他不会让我们失望。你原来是这个意思，那你还让我全程搜捕，浪费我的劲儿。我之前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，好吧？如果有消息的话，再跟你报告。再见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小宋不是说弗兰克去订画的时候拿着爱德华的原画吗？只要找到那幅原画的摹本，很多疑团都可以解开。走吧。我们是来调查案子的。好的。请进。阿芬，我们只是例行公事，你别那么紧张。可是，我听说
牧师自残了。他那么好的人，怎么可能是凶手呢？说上天我也不会相信的。哎，燕儿姐，你怎么了？邦哥，我身体有点不舒服，要不你们去吧，我想到阿芬房间躺一会儿。好吧，去休息吧，给我。走。你到底是怎么了，燕儿姐？我们都是女人，你懂的。我明白了，那你赶紧去我房间吧。哎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都是女人，没关系，走吧。感到孤独了，又没有亲朋好友，所以就想给你打电话聊聊天儿。那好啊，你想跟我聊什么？有件事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什么事儿啊？弗兰克冤枉牧师的那件事儿。你是说弗朗西斯是本案凶手这件事儿？不是，哎呀，是弗兰克说牧师和兰妮小姐有奸情的那件事。哦，这件事儿啊，这事儿我是不会信。这要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我也不敢跟您说。弗兰克他明明也是看见了的。什么？弗兰克也知道他们是亲姐弟？他知道，他明明知道他们是亲姐弟，还冤枉他们说有奸情，真是不应该。这情节太重要了。阿芬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哎，等等，燕儿姐。我说谎了，我现在也是基督教徒了，所以说了谎。阿芬，我相信你不会说谎的。不，我说了谎。你还记得昨天我跟你说爱德华先生和弗兰克吵架的那件事吗？记得，你说他们吵架是因为爱德华反对弗兰克娶兰妮为妻。不是，我骗了你。其实是爱德华先生说弗兰克偷了他的东西。Frank， 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啊？难道我给予你的还不够吗？你为什么还要偷走那幅油画？为什么？叔叔，不过区区一幅名不见经传的油画，值得你那么大动肝火吗？喂，那可不是什么名不见经传的油画。是上帝的声音，明白吗？一个手上沾满鲜血的屠夫也敢用上帝的名义，你只不过是欺世盗名！滚出去！滚出这个屋！滚出爱德华家族！我不会让你得到家族的一个英镑的继承权！叔叔，滚出去！滚出去！什么人在敲门？你一直在偷听吗？不，先生，是有份电报要给你看。弗朗西斯
车去码头迎接。是，我这就去。快去！原来叔叔早已经有预案了。那也是因为你自己放弃了一切。我昨天越想越觉得不应该对你撒谎，所以就打电话想。可是你昨天说的一点漏洞都没有啊，是你现编的吗？不是，是弗兰克。什么？我让你忘了画的事，不许对任何人提起，你听懂了吗？不，我一定会守口如瓶的，我不会对任何人说起画的事。想取一个交际花为妻。这照我说的做，明白吗？不然我会让你活着比死了还难受。是，我一定会按照先生说的去办。弗兰克，水，给我喝口水吧，求你了。这种破宅子，连老鼠都待不下去，你让我上哪儿给你找水去？门外有条小河呢，想想办法，否则我活不过6个小时。我死了，你们的计划就泡汤了。好吧，我想想办法。但是你给我老实点待着，嗯。小宋，我是个医生，好吗？我知道伤者是否还有救治的希望。刀深深地插在我叔父的左胸，是左胸而不是右胸，也就是直插心脏。就算是上帝也救不了他了。停下来救治已经死亡的叔父毫无意义，所以我去追捕凶手了。你听懂了吗？有什么发现吗？1896年2月，苏格兰医生约翰麦金泰在格拉斯哥皇家医院发明的 X 射线技术，现在为我们证明了弗兰克给我们撒了一个弥天大谎。邦哥，阿芬给我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证词，关于弗兰克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看，楚庄教案。弗兰克一个学医的人，为什么要收藏这样的记载呢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老大，你看，这里面的内容更不可思议。让让让让！
哎，等一下，掉头百乐门。得了，让一让，让一让啊！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！让一让，让一让啊！让一让，让一让啊！到了，到了！哎，您还没给我钱呢。啊，这样，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一会儿出来还坐你车。啊，行。在这儿呢。看来是因为爱德华非常强烈的想要追回这幅画，弗兰克才不得不找人临摹了那样一幅赝品。但弗兰克想用这幅画干什么呢？你们忘了那份处装教案里的文件了吗？我觉得两件事是有某种联系的。你这么一说，倒是为本案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。有人动过画，写了2公分。看来要彻底破解这个谜，我们有必要对被害人的过去进行详细的调查。这很容易啊，我们只要去英国领事馆查一下爱德华的档案就行了。像爱德华这样的人，领事馆一定有他的详细档案。可英国人一向傲慢，会让你查吗？没事啊，领事馆的商务参赞约翰逊可是他的老同学，找他不就完了？不行，约翰逊不是什么善茬，他骨子里就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主，所以那么多年我不想跟他打交道。这事交给张其芳吧。只剩下2个小时了，怎么还不见他们放人呢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刚太匆忙，连车钱都忘了付了。不用找了。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洋金帮侦探所神探吴阿六。别紧张啊，我来这儿呢没有恶意。我不明白，你们也是中国人，为什么要成为洋人的帮凶？我告诉你，
我们不是买办，也不全为洋人做事。我们做事的原则是，不分洋人还是华人，都为了惩恶扬善，伸张正义。惩恶扬善，伸张正义。什么是恶？什么是善？什么又是正义？那些洋人杀了我们的亲人，杀了我们的父母亲，就得不到应有的惩罚，而你们却对自己的同胞穷追猛打。这就是你们说的惩恶扬善，伸张正义。哎呀，兰妮小姐，你呀太激动了。这有理呢不在声高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不是你冲我喊什么喊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说实话，我就是个胸无点墨的小瘪三儿，跟你吧，我也讲不到什么大道理。我呀，就是有句实话想跟你在这说说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想劝你去自首。不可能。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了。我现在知道你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用弗兰克来交换你的弟弟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我劝你趁早别想了，因为那是不可能成功的。你怎么知道 Francis 是我的弟弟呢？兰妮小姐，坐你对面的这个人就是我。我有一个很有名的绰号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叫蚂蟥。其实今天啊，你从百乐门把弗兰克带走以后，就已经被我这条蚂蟥死死的盯住。那个老宅啊，虽然是偏了，但是毕竟没有孙悟空的金箍法棒在那里给你们画个法圈，不是？你做事情啊，太不小心了。这位大哥，我求求你，看在咱们都是中国人的情分上，请你可怜可怜我和我失散多年的弟弟。我不能看着我的亲弟弟被送上断头台的。这么说，这次凶杀案是你们3个人做的吗？你叫我说句什么好？啊，一个60多岁的老头子，还是你弟弟的养父，你们怎么那么残忍啊？啊，你心去哪儿了？被狗吃了吗？我杀他，是因为他该死。此处不跑，非君子。我不会因为杀了一个恶魔而感到后悔。就算被送上断头台，我也绝对不会后悔的。不是兰妮小姐，你跟那个洋人到底是结了哪辈子仇了？你对他这么狠啊？你听说过18年前的楚庄教案吗？我没听说过。大哥，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说这些。我知道你也是一个好人。既然我的计划都已经暴露在你的面前，我答应你，放弃用弗兰克换回我弟弟的念头。但是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白帮的。你要多少钱，你开个价，我都会给你的。我别忙这些什么啊，开什么价呀？你把事情告诉我，我才能帮你呀。我想请你帮我去趟老宅，告诉我的大兄弟，就说计划取消了，让他赶紧走。现在只剩下不到2个小时时间了，一分一秒都耽误不得。等他走远了，我还请你帮我放了弗兰克，毕竟他是无辜的，我不想伤害他。不是，你现在都已经自身难保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管那个弗兰克干什么呀？我问你，那你怎么办呀？只要袁康离开上海，我就用我自己换回我的弟弟袁离。
这事儿你我都说了不算，你知道吗？这得有这个法律依据。我有证据。什么证据？我有能证明我杀过人的证据。什么？可我现在不能告诉你。兰妮小姐，如果现在你承认你是凶手，那就要被送到断头台上去了。这一点你心里明白吗？我只要我的2个弟弟平安无事，我死而无憾。怎么那么长时间呢？门口倒是有条小河，水倒也干净，但我总得找个碗盛水吧。1、2里地之外才有人家呢。快给我喝！哼，求你了。其实我们姐弟根本不是想伤害你，只要等巡捕房放了袁立，让我们姐弟3人出了租界，你就自由了。再委屈你一会儿，赶紧喝吧，一会儿蜡烛灭了，小心呛到鼻子里去。这幅画和谋杀案有什么关系？那个弗朗西斯说过，爱德华最近精神紧张，而他的紧张就和这幅画有关。这我就不明白了。如果他对这幅画紧张的话，干嘛还要放在自己的卧室里？这是原画，他紧张的是一副赝品。这就更说不过了。真的都不会，那假的又怎么会呢？因为是有人在那副赝品上面用血色写了一个“楚”字。这个“楚”字才是他紧张的原因，所以，如果要查明这个案子的真相，就必须要看一看爱德华伯爵的档案。你想查阅爱德华伯爵的档案？对啊，这个案子涉及的秘密远远超过你我的想象。如果你解释不清楚，就一定要调阅爱德华的档案。你想都别想，爱德华伯爵那是贵族。他的档案哪是我想调就调、想看就看的？你还是算了吧。要看他的档案，就是为了查明真相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案子只能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弗朗西斯忘恩负义，为了财产继承权谋杀了他的义父。如果有同伙的话，那也只能是中国人。这是英国领事馆通过你那个老同学给我定调的。如果你想节外生枝，甚至想把那个弗兰克牵扯进来，还要去调查爱德华伯爵的档案，绝对不可以。喂！难道你们要掩盖真相吗？不是，你别对我哄啊！你不要忘了，我这个巡捕房探长的职位是握在英国人的手里。巡捕房探长，还有脸说出来？亏你每天穿着这个制服不换，你还是回家把它脱掉，做点你的小本生意吧。你别看我整天穿着这套衣服没换过，但不代表我多喜欢穿着它。告诉你，就算我张其芳脱了这身皮，换你李其芳、陆其芳来穿，又有什么变化？这些年你是破了不少案子，可我也给你兜了不少腿。如果他娘的没有我像个软体动物一样替你到处打圆场，你也未必能一路凯歌。我这么做为什么？就因为我端着外国人的饭碗，可我血管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。
那个兰什么兰？那个兰妮来自首了。兰妮小姐，是你主动向我们巡捕房投案，可你这不说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想让我们和你……我说，我都说。先告诉我弗兰克子爵在哪儿。弗兰克被我关在郊外的老宅里。那爱德华伯爵他的死是我杀的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弗朗西斯是无辜的，请你们放了他。你们不是要找杀死爱德华的元凶吗？如果我能拿出确凿的证据，证明是我杀了那个老毛子，我恳请你们放了弗朗西斯，好吗？如果证明弗朗西斯并非凶手，按租界的法律，当然是无罪释放的。我要听他说。好，兰妮小姐，我代表公租界巡捕房给你一个承诺：如果弗朗西斯是无罪的，我一定给予他释放。可以出示你的谋杀证据了吗？证据就在那个手包里。他要杀我，流了很多血，快帮帮我！快，别让动啊！快！两个跟我进现场，其余看着外面。是。弗兰克先生，小心现场。弗兰克先生，呀，快看看！陆小姐，快来看看弗兰克先生。还好，伤口不深，赶快送医院吧。快，送弗兰克先生去医院。是。等等，弗兰克先生，我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他要撕票，我和他夺刀，我昏过去了，我实在说不清当时究竟怎么回事。哦，等等，如果是我失手杀了他，那也是意外，我是正当防卫，否则躺在地上的就是我，不是他了。OK， 弗兰克先生，我们一定会查明真相的。先送弗兰克先生去医院，快，外面快点备车。弗兰克先生，这边走。哎，呀！你看，凶器找到了。老大，我跟踪到这儿的时候啊，就已经发现弗兰克先生被关进黑屋了。老大，而且我听那个兰妮确切的说，他们是用这个弗兰克来换他的亲弟弟。可我想不明白了，这个袁刚他为什么擅作主张撕票呢？邦哥，死者这回才是左胸中刀，
直刺心脏而一招致命。我刚才也看过弗兰克手臂上的伤，根据血液凝结情况，可以肯定的说，死者中刀在颈，弗兰克受伤在后。对啊，但是这很难解释啊。不难解释。你看，从地面上的水渍来看，我猜测这是绑匪给肉票喂过水。哎，小宋，哎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，得提取指纹呢。小宋，这楚元刚要给弗兰克弄水喝，干嘛要杀了他呀？这逻辑说不清啊！哎，打住，你们说的我都已经听明白了。可是有些话说到这里为止，如果再揣测下去的话，对谁都没好处。探长先生难道不想知道真相吗？什么真相？我实话告诉你，结案报告的副稿我都打好了。楚家姐弟密谋杀害了爱德华伯爵，其二弟楚元礼大包大揽想替他们抵罪受刑。楚三姑和楚元康为救其二弟楚元礼，又实施绑架了弗兰克，想以此来要挟巡捕房放人。可巡捕房怎么可能受绑匪要挟？楚三姑见无计可施，只得向我们巡捕房自首。楚元康见行动破产，就下手撕票。谁知道黑暗中阴错阳差，弗兰克失手捅死绑匪。绑匪楚元康罪有应得，而弗兰克属于正当防卫。匪首楚三姑证据确凿，将交由会审公廨审判。至于那个楚元礼，虽然他是凶手的胞弟，可其未参与任何绑架谋杀的计划，可以考虑无罪释放，就此结案。张探长分析的真是干练呀。可是本案还有很多显而易见的疑点，您居然可以视而不见。您是因为洋人的奶喝多了，把眼睛喝迷糊了吧？叶儿，别这样说话。我怎么说话？难道这就是法律的公正吗？我看，这才是草菅人命。陆小姐，你是个聪明人，难道你看不出他们3个中我想保一个吗？如果你们再纠缠下去，那个楚元礼也保不住。楚元礼没有参与谋杀，本来就应该无罪释放。你别想用释放楚元礼来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大善人。闭嘴！季方兄，在释放楚元礼之前，我可不可以见他一面？我已经准备解除对楚元礼的监控，你随时可以见他。方哥，今天的你怎么一点也不像你啊？如果骂人可以骂出一个世界公平，我比你的嗓还要大。可本案明明还有很多内幕没有揭开，那个张清芳还……我们还要搞清楚，楚氏姐弟为什么要杀爱德华伯爵？哎，老大，那个楚三姑跟我说过什么楚庄教案的事儿，还说他们杀爱德华是为了报杀父之仇。我们在弗兰克卧室里也搜到过楚庄教案的实录，而那张西雅岛的屠杀的油画，会不会让爱德华想起了那场惨案？邦哥，本案肯定还另有背景，我们不能就这样草草结案，更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把楚三姑推上断头台啊！那就去搜集证据。张探长，这个凶案真的就这么简单吗？哎，约翰逊先生，难道您希望更复杂一点？哦，不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很好，这个案子你办得很漂亮。哎，那就好，索性不辱使命啊！哎，不，你别急着走啊。参赞大人，您还有什么指令？我怎么能给你指令？要对本案真相负责的可是你巡捕房张探长啊。好吧，
横竖都有我张某人扛着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？告辞了。等一下，你能不能让会审公廨尽早开庭呢？3天之内怎么样？3天。对不起，我张其芳就是巡捕房的一个小小探长，左右不了会审公廨。至于什么时候开庭，我说了不算。好吧，那我会请总领事韩德勒先生直接给李伯伦法官下旨，不是下指令，是和李伯伦商量一下。为什么想这么快审判结案？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古话叫夜长梦多吗？那要这么说的话，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叫节外生枝。对，我正是怕夜长梦多，所以才希望能够尽早开庭审判。而且你必须得保证法庭上不会节外生枝。您这是话里有话呀，大人是否可以明示？其实我的意思是，以往类似案子开庭的时候，巡捕房都是由杨金邦出庭作证的，对吗？这次还是由杨金邦出庭作证。那你能保证他会完全按照这个卷宗作证吗？这点大人不必多虑。我觉得杨金邦是个著证据实的人，他应该……可是你别忘了，我跟你说过，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案子，这有关大英帝国的利益。万一杨金邦在法庭上耍滑弄奸，把案情焦点引向他图的话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说实话，其实我也不想用这个杨金邦，可是这次这个血案可以说是家喻户晓，如果不是杨金邦出庭作证的话，我想不管是民众还是新闻界都很难有信任度啊。我只是提醒你，如果出了意外，你会吃不了兜着走。我相信杨金邦这次会和我们配合得很好，因为之前特别重要原则性的问题他都能放弃，所以……什么？啊？你说的放弃什么？